取得里面的细藻的标本，或者直接用吸管刮是最好的。这样的话，它上面里面就会有一些那个水藻在里面。这是我们之前在日月潭所取到的一些样本，底部有一些当时从石头刮下来的这些藻类，那我们就放到这个手摇式离心机。我这台手摇式离心机它是有4个管子，那为了它转动平衡，所以我们通常放在对称的位置。那我们用这一个手摇式离心机就不需要插电，那每个同学可以自己稍微动手做。那我们要这样子，这个离心的过程大概5分钟，让我们的那些标本呢，能够尽量的沉淀在底部。离心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把上面的溶液先把它稍微的倒掉，那我们用吸管的方式、滴管的方式把上面的溶液吸出。那尽量不要影响到它下面底部沉积的部分。接着我们将剩余的这个溶液呢，加入一些清水，也不用太多，然后放入1/4颗的假牙清洁锭。那这个作用是为了让里面的有机物质会被消除掉、清除掉。那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冒泡泡了。那我们需要稍微用手摇晃一下，让它可以更加速它的分解。那使用假牙清洁锭的好处是因为它很容易取得，价格很便宜，而且可以直接倒在一般的水槽里面，不需要做这种安全上的处理。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这个热水里面呢，这里面有装满了一些热水，放在里面加速它的这个分解，大概要10到15分钟左右的分解的时间，甚至更长。我们也可以放入这种有加热功能的杯垫呢，然后让它的温度可以维持在60度左右，持续一段时间，这样效果会比较好。我们也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这一个试管离心管呢，仍然有在冒泡。在等待的同时呢，我们也可以取一个刚刚没有处理过的这个水样本呢，来抽取一些比较底层的这个藻类，直接放到我们的盖玻片上。然后直接让我们透过显微镜来观察，放上盖玻片，就可以拿到显微镜上观察。把它拿出来看的时候，如果它还有在冒泡的话，就让它持续的反应，然后也可以再摇晃一下。有时候打开盖子的时候，看到里面的气体有冲出来的现象。再次确认，如果差不多的话呢，我们再继续使用这个离心机呢，再让它沉淀。
完成离心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上方的液体把它吸取掉，加入清水，再次离心，这样的步骤重复1-2次，确保里面的那些假牙清洁剂的这些成分的药剂呢，把它洗干净。在经过几次的清洗之后呢，我们用滴管将它底部的这些藻类物质吸出，然后滴在这个盖玻片上。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加热板来加速它的蒸发。等到它完全干掉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继续制作。我们因为使用这个加热板呢，所以它干的比较快。在我们确认它干掉之后，我们要来制作永久的标本。那我们会使用这个 UV 胶来加快我们的封胶的这个时间。那市面上卖的这 UV 胶有稀的跟浓的2种款式，那我们要使用的是比较稀的，因为太浓的话，它的这个标本里面会有很多小小的气泡，会影响我们的观测。那我们只要在这个在玻片上面滴一滴这个 UV 胶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把我们刚刚干燥好的盖玻片呢盖在上面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拿我们的 UV 灯，接下来我们使用我们的 UV 灯来让它固化。稍微只要照射一段时间之后，这个标本就可以制作完成，我们就可以用显微镜来做观测。